小哥在野外发现了一只会功夫的螳螂，他将手伸过去准备跟这个小家伙过2招，没想到螳螂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还大胆地跳到了小哥的手上。小哥被这只有灵性的螳螂所吸引，内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竟然想把这只螳螂带回去当宠物养。那么螳螂真的能被人类养活并驯化吗？到家后，小哥用吸管准备了点水打算投喂，螳螂以为被袭击，顿时打了一套螳螂拳，在察觉到小哥并无恶意后才尝了口水，随后歪着脑袋用萌萌的大眼睛不解地望着小哥，似乎在说我饿了，麻溜的去给我找吃的来。于是小哥屁颠屁颠跑到后院找到废弃的水缸，因为蚊子最喜欢在这种地方产卵。果不其然，水底沉积着密密麻麻的蚊子幼虫，小哥立即打包了一大瓶幼虫，担心剩下的蚊子长大后会报复自己，小哥索性直接把一缸水倒掉，将幼虫一网打尽，不然真上门复仇，小哥一身血都不够他们吸的。回去后，小哥将幼虫放在螳螂的面前，螳螂见状毫不客气下手准备夹起来享用，但由于目标太小而失败了几次，忙活了好一会儿才成功抓到。螳螂一口下肚又接连吃了好几只，但很明显这些小小的幼虫不足以让他饱腹。小哥正愁着上哪去给螳螂弄吃的时，突然想到前几天自己刚买来的几根玉米，其中一根玉米底部有着硕大的虫洞，里面果然住着一只白白胖胖的玉米鸣幼虫。同样是幼虫，玉米鸣却比蚊子要大多了。同时小哥也很好奇螳螂能不能吃得下它。玉米鸣天不怕地不怕，居然直接冲向螳螂，螳螂丝毫不怯，利用自己的双刃一把夹住就往嘴里塞，且有趣中飞快流逝，很快就迎来了螳螂的最后一次蜕变。只见它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拉长，没一会儿一具强壮的身体便展现了出来，接着它的翅膀也紧随其后长了出来，这也意味着小家伙终于成年了。随之而来的是它的胃口也越来越大，小哥因此化身成为昆虫杀手，开始拿着网兜起早贪黑的去给螳螂寻找食物，只要被发现的昆虫就通通逃不过小哥的五指山。而螳螂也从没让小哥失望过一次，只要是小哥抓回来的虫子，螳螂都丝毫不挑，一股脑给塞进嘴里。现在小哥每天不是在抓虫子，就是在去抓虫子的路上，在此不得不佩服小哥的毅力。这天小哥突发奇想，竟准备带着螳螂出门让他自己捕猎。要知道螳螂现在已经长出了翅膀，难道小哥就真的不怕它会突然飞走吗？然而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，接触外界的螳螂不但没有逃跑，反而是在小哥的身边抓起了昆虫吃，甚至小哥用餐时就乖乖待在小哥身上一动不动。好家伙，这是真把小哥当成了自己的主人啊！难以想象小哥居然真把一只螳螂养成了听话的宠物。然而这一切还并没有满足小哥的心理预期，这天小哥又想到了新的花样，他竟然想抓一只雄性螳螂回家和他的螳螂生孩子。难道这种离谱的操作小哥也能成功吗？野外的雄性螳螂虽然很不满意小哥包办婚姻的做法，奈何无力反抗，直接被小哥抓回家里。当见到雌性螳螂那美丽的容貌后，瞬间被折服，原本还正人君子的模样立即原形毕露，接着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决斗。一天后，雄性螳螂带着幸福离开了人世，和雌性螳螂融为一体，永远都不分开。而螳螂妈妈也顺利怀上了宝宝，期间小哥每天都会提供丰盛的食物给它补充营养。很快就迎来了螳螂妈妈分娩的日子。只见螳螂妈妈使出自己的洪荒之力，利用肚子里面状物体拼命的来回抖动，黏糊糊的东西一层层被它有规律的叠加在了一起，左3圈右3圈，像是在给孩子盖房子似的。这个过程中，它需要把粗大的肚子排得干干净净为止。几个小时后，卵鞘已经基本成型。此时螳螂妈妈的肚子也已经瘪了下去，随后用那双萌萌的大眼睛望着小哥，似乎在示意什么。小哥也意识到该到了自己表现的时候了，于是将卵鞘装进瓶子里，盖好透气的网子，生怕小螳螂出生后会直接跑没影。随后又找了点食物，准备为螳螂妈妈做好月子。1个月后，这枚卵鞘终于有了动静，第一只小螳螂宝宝神奇般的从里面钻了出来。或许是第一眼看到的是小哥的原因，他非但一点都不害怕眼前这个人类，还凑到小哥身边好奇的打量着，甚至主动爬上小哥的手指玩耍起来。小哥也友好的和他互动，增进感情。接着小哥找来蠕虫想要投喂这个小家伙，可明显螳螂宝宝吃不下去这个庞然大物，于是小哥将主意打到了小苍蝇身上，很顺利就抓到一只还没满月的苍蝇宝宝。它的体型对于幼小的螳螂宝宝来说刚刚合适，而螳螂宝宝也如曾经他妈妈那般，对小哥主动送来的食物展开了捕食。此时小哥还挺开心，完全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因为不久后他可能就会收获几百只螳螂宝宝，就是不知道那时候他该会是个怎样的反应啊！想想都替他感到高兴和刺激。这个大叔家中的小狗多的要用盆装，小奶狗排队干饭的场景那可是一道奇观。原本大叔养了2只可爱的母狗翠花和阿珍，就在1个月前，翠花生下了9只小奶狗，大叔原本还挺开心的，没想到1个星期后，阿珍也不甘示弱的生下了10只，大叔那是一个惆怅啊，搁这儿还比上谁生娃多了。好在大叔家底子厚实，不然估计早就被吃穷了。
家里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新成员，大叔每天是忙得焦头烂额。只见大叔敲打铁盆，一边呼喊着，原来是干饭时间到了。小奶狗们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冲了出来，跑得快的可以多吃几口，后面几只还慢悠悠地跟在大叔身后，是一点都不着急啊。大叔无奈直接用桶把它们装了过来，因为再晚一点就没得吃了。感觉两窝狗狗都长得一毛一样，你们说他们的爸爸会不会是同一只狗狗？吃饱喝足后的小狗们可闲不下来，一个比一个精力充沛。两只小狗胆子很大，居然把大叔最爱的毯子叼了出来。接着一大群狗狗就蜂拥而上，大叔只能笑着上前阻止，因为小狗们实在太可爱了，他可不舍得揍它们。大叔前脚刚把毯子拿走，后脚小奶狗又叼出了卫生纸，追着纸巾玩得不亦乐乎。小年纪就初步掌握了拆家的精髓所在。略为小狗调皮的请扣666。不久后，一群小奶狗又挤在一处角落，似乎这里有什么好吃的。翠花也好奇地凑了上去，闻了闻，觉得应该挺好吃，直接上口。恰巧被刚来的大叔抓了个正着，训斥翠花：孩子们不懂事翻垃圾就算了，你这个当妈的怎么也不省心。远处的阿珍发现主人发火了，转身就要光速逃离这里，生怕多待一秒就会引火上身。不一会，屋顶的烟囱升起炊烟，大叔刚闲下来没多久，又要给狗狗们准备今天的晚饭了。不得不说，大叔真是家底厚实啊！小狗们的伙食是相当的丰盛，还炖了一锅骨头汤，一大袋狗粮一顿就到了个精光。狗狗们拆了一天的家，那是累得不行，一个个围在一起埋着脑袋狼吞虎咽，吃得干净的碗都不用洗了，被小狗们舔的那叫一个锃亮。晚饭结束，大叔一家子又开始忙活起来，和妻子在卫生间给小奶狗们挨个洗澡，儿子在外面同时给几只小狗吹干毛发。这一天简直是闲不下来，终于熬到了晚上休息的时间，小狗们很自觉地跟着妈妈回自己的窝。神奇的是，19只小狗都是个找个妈，没有一只小狗走错屋的。小哥刚开始还不信，认为这么多狗狗一直生活在一起，小狗又那么小，特意来到狗窝数了一遍，翠花窝里还真是9只，另一边阿珍窝里刚好10只。大叔骄傲地说自家的狗狗聪明着呢。第二天大叔请来兽医，兽医看到这么多小狗也是被震惊到了，直呼这也太能生了吧。接着挨个给小狗们检查身体，检查结果小家伙们的身体都非常健康，可狗妈的身体状况却不太好，因为一次性喂养这么多小狗，狗妈身体透支很厉害，建议大叔给小狗们更多的食物，把它们的奶彻底断掉。最后大叔斥巨资定做了一个专门的吃饭工具，让每个狗狗都有自己的饭盆，一家人每人都抱着2、3只小狗，将它们放在食物面前，19只小狗们排成一列，都纷纷埋着脑袋撅着小屁股，场面那是相当的壮观，感觉这是养了一窝小猪仔。因为天气慢慢变冷，大叔给小狗们穿上了可爱衣服保暖，接着狗妈妈和小奶狗一大家子围着大叔拍了一张温馨的全家照，场面那是相当的和谐有爱。最后希望小狗们可以健康快乐长大，也让我们给有爱的大叔和可爱的小狗们点个赞吧。小哥在野外捡到一枚奇怪的蛋蛋，起初还以为这只是一枚普通的鸭蛋，可孵化出来的动物却让小哥大吃一惊。在小哥的照料下，很快迎来了蛋蛋破壳的日子。可幼崽只是破了个口子后便没有动静了，小哥等了好久，幼崽还是一动不动，望着小家伙微弱的呼吸着。小哥也意识到里面的幼崽是遇到困难了，于是决定出手帮这个小家伙。只见小哥拿着镊子一点点剥着蛋壳，整个过程必须要非常的小心谨慎，且要有耐心，不然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对幼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在小哥的帮助下，幼崽成功脱壳而出，终于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。看这模样，并不像是一只鸭子，反而更像是一种小鸟。在小哥的悉心照料下，2周后幼鸟的模样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只见小家伙全身长着白色绒毛，模样非常可爱，并且体积已经达到出生时的5倍有余。不过此时小哥还无法判定它究竟是什么鸟类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小哥终于知道自己捡回来的是什么动物了。此时小家伙原本的白色羽毛蜕变成黑白相间，还拥有着一张弯钩嘴以及一双锋利的爪子，这哪里是什么鸭子又或者是小鸟，明显是一只幼年的雄鹰。知道真相的小哥瞬间不淡定了，既然是雏鹰，那这种潦草的巢穴就太不合适了。于是小哥去野外砍了一些翠绿的树枝，准备重新给雏鹰布置一下巢穴。此时小家伙在一旁乖巧地看着小哥为自己布置新家，或许是出生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小哥，于是便将小哥当成了亲生父母般的存在，毫无防备地任由小哥鼓捣自己和他的巢穴，全程温顺无比，一副乖宝宝的模样。之后小哥也更换了小家伙每日的伙食，每天都会准备新鲜的牛肉切块投喂。不得不说小哥对他的照顾真是细致入微，绝对可以称得上一位合格的超级奶爸。而雏鹰就趴在窝里乖巧地等待着老父亲的投喂，在小哥无微不至的关爱下快速成长着。仅仅40天的时间，幼鸟已经褪去当初的稚嫩模样，不仅体型大了好几圈，就连白色羽毛也蜕变成了棕色。第一次接触外界的小家伙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，东瞧瞧西瞅瞅的模样像极了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帽，还引来了不少路人的围观拍照。而小哥这个老父亲对于雏鹰的成长充满了期待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雏鹰已经完全褪去了当初的青涩，只见小家伙挥舞着一双大翅膀，已经展露出作为空中霸主该有的风采。很快雏鹰便已经长大，
此时它翅膀完全打开，足足有1.7米的长度，一身棕褐色的羽毛站在岩石上显得威风无比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空中霸主。即便小家伙已经蜕变为名副其实的草原雄鹰，可依旧对小哥这个老父亲无比的依赖，每天像个走地鸡似的屁颠跟在小哥身后，而小哥对这个亲手养大的孩子也是百般宠溺。然而专家在得知此事后却有了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小哥自私的行为完全剥夺了老鹰的自由，因为大自然才是成年雄鹰真正的家园，建议小哥尽快将它放归野外。小哥对此却感到无比的苦恼，别看这家伙现在拥有着一双宽阔的翅膀，可在小哥的溺爱下，这对翅膀只是个摆设，每天就像个走地鸡似的，压根就不会飞行。为了让这家伙早日学会飞行，从而适应野外生存，小哥决定对鹰宝宝展开一系列的训练。可贪玩的小家伙一路走完了，还跑去叼着小哥的鞋带玩得不亦乐乎，没心没肺的模样，一点也不着急学习飞行本领。于是小哥将他抱到远处的草地上，便直接远离。小家伙还气鼓鼓的骂骂咧咧，埋怨小哥丢下自己。好在鹰宝宝在草地上蹦着就不自觉挥动起翅膀，虽然刚开始还无法很好的保持平衡和降落，但慢慢的已经可以飞到数米高的大树上了。随后又落在缆绳上俯瞰脚下的美丽风景。几天的锻炼下来，鹰宝宝每天都在神速进步着，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一身精湛的飞行本领，可以自由翱翔在蔚蓝的天空之中。看着这一幕的小哥饱含泪水，欣慰的笑了。对于亲手养大的孩子有如今的成就，他感到非常自豪。可孩子总会有长大的那天，终究会离开父母的庇护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现在小家伙已经完全有独自生存的能力，尽管有千般的不舍，小哥也要选择放手。最后祝愿鹰宝宝未来的生活能一直健康平安。